好耶，又来给各位老铁做老铁的视频了。本期视频的主角零杀。那么视频开始之前，还是例行声明一下，本期视频的所有录屏和数据都来源于创作体验服，创作体验服的数据仅供参考，大家后续还是以正式服、正式时装后的数据为准。先给零杀做一个开头总结，它是击破队的最佳生存位。不管是用来辅助流萤击破队还是波提欧击破队呢，都非常的香。那么最适合用来辅助的肯定还是流萤击破队，毕竟流萤可以给对面的怪物添加火弱点，而零杀正好是一个火系的击破奶。不仅如此，除了击破队以外，零杀还有一个非常适合加入的队伍，那就是飞枭队。我们都知道，飞枭的队伍里面，队友打出的追加攻击越多越好，而零杀正是这样一个可以频繁打出追加攻击的奶妈。以上就是零杀的开篇定位总结。那么接下来我还是例行先给屏幕前的各位新手玩家详细解读一下零杀的技能机制，方便你最快的上手这一个角色。屏幕前的你，如果是已经了解他所有技能机制的大佬，可以选择跳过这一段，从本期视频的6分20秒开始看哦。先来说零杀的普攻，他的普攻在伤害层面上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单体普攻，但是他的普攻可以让他额外恢复10点能量。看见没有？零杀的普攻恢复的能量明显比其他角色要高出很多。根据个人实测，他的普攻回能机制让零杀在实战中，就算绳子不带充能绳，带击破绳，并且一直普攻的情况下，大招也是基本上没有循环的压力的。接下来我们来看 E 技能。E 技能首先对敌方全体造成80%攻击力的火属性伤害，然后为我方全体回复等同于零杀14%攻击力加420的生命值。我们来看一下，先对敌方全体造成一个火伤，然后奶我方全体一下，而这个1297就是满级平民零杀的一个大致奶量了，大概率和届时屏幕前的你的零杀的奶量相差不大，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奶量哦。同时释放 E 技能的时候，还会在行动条上召唤小兔子。小兔子的初始速度有90点，并且有3次行动次数。而当行动条上已经有小兔子的时候，再释放 E 技能，就会给小兔子拉条20%，并且给它补充3次行动次数。我们来看一下，小兔子拉条20%上去，然后呢，行动次数从2变成了5。而小兔子的行动次数上限就是5，不管我们怎么用 E 技能给它加这个行动次数呢，它是不会超过5的，看见没有，并不会超过5。那么这个兔子有什么用呢？兔子在行动的时候有3个作用。一，兔子在行动的时候会对敌方全体造成1次火伤，并且额外对随机敌方单体再造成1次火伤。这个随机火伤会优先选择攻击韧性条大于0且有火属性弱点的目标。就比如说这一段录屏里面，兔子行动时先对敌方全体造成1次火伤，再对有火属性弱点的星星再造成1次火伤，很容易理解吧？同时，兔子行动时也可以奶全体友方一口，这个奶量呢比主动释放 E 技能要稍低一点点啊。我视频里的零杀，兔子行动的时候，全体友方会回复1113点血。最后，兔子行动的时候会为我方全体解除一个负面效果，全体解控还是非常香的。接下来我们来说它的大招。它的大招也是有3个效果。第一个效果，给敌方全体造成火伤，并且让敌方全体受到的击破伤害提高25%，持续2个回合。第二个效果，大招释放瞬间会奶全队一口，奶量和小兔子的奶量一样。第3个效果，大招会给兔子拉条100%，释放完大招后，兔子会立刻行动。最后，它还有2个额外能力。第一个额外能力呢是击破特工可以拐它的攻击力和治疗量。
当击破特攻达到200%的时候吃满的时候，灵杀的攻击力增加50%，治疗量增加20%。第二个额外能力，当小兔子在场时，我方任意角色受到伤害或者消耗生命值时，如果生命比例小于等于60%，那么小兔子会立刻发动一次追加攻击，且这一次不消耗小兔子的行动次数，该效果2回合后可以再次触发，就类似于罗刹的那个急救啊，但这个急救是一个群奶效果。那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刘盈在使用战技的时候，会正好把自身的血量扣除到60%，扣除了之后就会触发灵杀的这个额外能力。小兔子立刻行动一次，给全体友方进行一次急救，并且这一次行动呢不会消耗它的行动次数。最后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秘技。使用秘技之后，我们进入战斗呢，我们会立刻在行动条上召唤小兔子，并且小兔子有3次行动次数。而且使用秘技进入战斗之后，对方全体敌人立刻获得大招的那一个让击破伤害提高25%的效果。以上就是灵杀的所有技能机制解读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个人感觉已经是保姆级的了，如果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还不要忘记给一个免费的赞哦，非常感谢大家。那么接下来进入实战环节。刚刚我们已经知道灵杀的奶量是什么样的了，那么它的输出会是什么样的呢？现在我已经给灵杀带上了铁骑4件套，还有练功2件套，衣服治疗量加成，鞋子4-5度，球攻击力，绳子击破特攻，然后呢给他带上的精炼1阶的专武，具体属性是这样一个样子的。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平民毕业灵杀的输出是什么样的吧。和加拉赫一样，灵杀在把对面怪物的韧性条击破之前，输出是非常低的。它的主要伤害来源是对面怪物韧性条被击破之后的超击破伤害。那一个大招超击破伤害82000，再来一个兔子追加超击破伤害88000，这就是灵杀实战中的一个伤害大致了。现在我们把灵杀的所有仪器原封不动的放到加拉赫身上，然后加拉赫带的也是灵杀精炼1阶的专武，对比一下他俩的伤害。加拉赫一个大招也是82000左右，不过加拉赫一个强化普攻能达到134000。总结下来就是实战中加拉赫的普攻接大招再接强化普攻的一波爆发能力是要更强的，但是灵杀胜在什么？灵杀胜在平滑输出，灵杀没有加拉赫的爆发后的疲软期，它的平滑输出总体打下来呢，是比加拉赫的总输出要更多的。相信屏幕前的你现在最大的疑问就是，我已经有6魂的加拉赫了，那我还有没有必要抽灵杀呢？所以现在我会给这2个角色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对比。先给大家来一段6魂加拉赫的实战，给大家展示一下面板啊。我的加拉赫现在带着练功2件套和铁骑4件套，然后光锥带着灵杀的光锥，具体面板属性是这样一个样子的，可以看成是加拉赫的最高练度。队伍里的流萤是0+1的流萤，然后队伍里的软梅也是0+1的一个软梅，打的是深渊12层的卡夫卡。有意思的是，在最开始使用秘技的时候，我就能感受到第一个灵杀优于加拉赫的地方，那就是加拉赫的秘技和流萤的秘技是冲突的，使用了流萤的秘技之后就不能使用加拉赫的秘技，而灵杀作为生存位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顾虑。好的，我们进入战斗。我等一下会保证加拉赫的录屏和灵杀的录屏在操作手法上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大家放心使用。好的，红血野开一个大555神力全队拉条，软梅开大，软梅开大之后流萤开大。看一下这个伤害是多少啊？好的，38万左右的伤害。我们再来一个1技能
32万左右的伤害。第一层的话，灵替带走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主要是第2层会有那么一点难度啊。进入第2层，我们加拉赫直接打一波爆发，一波爆发下去，对面卡夫卡的韧性条已经被我们削的差不多了啊。然后我们刘莹直接把卡妈的韧性条削完，30万伤害。现在加拉赫就进入一个疲软期了。进入疲软期之后，他在队伍里面就只能普攻回点了。应该是带不走了，灵替应该是打不成了。好的，刘莹再来一个一技能，不行，卡妈还剩下14%左右的血量，灵替已经失败了。同时，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刚刚的加拉赫不用先普攻再大招再强化普攻的一波爆发手法？那是因为我的加拉赫它是带着灵杀的专光的，带着灵杀专光的加拉赫大招越早开越好，越早开越能让刘莹吃到灵杀光锥的这一个 buff， 所以大家不要想当然的说我什么操作手法是错的。而这一段录屏我就是用所谓的加拉赫爆发手法打一场实战给大家看看。很可惜，打出来的结论还没有上一波打出来的好。最后是给卡妈留了21%的血量，然后灵替就失败了。接下来我们把刚刚加拉赫身上的所有仪器原封不动的给它换到灵杀身上。然后呢，灵杀是一个0+1的灵杀，具体属性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看一下灵杀对比加拉赫有哪些优势吧。第一个优势已经很明显了，那就是灵杀的秘技和刘莹的秘技不冲突，可以在场外和刘莹的秘技一起使用。现在因为灵杀的秘技的关系，小兔子在行动条上已经出现了，并且对面开局就被我们上了25%的击破伤害提升的 debuff， 对比加拉赫来说，可以说是赢在起跑线上了。普攻回一个战绩点。操作手法和刚刚加拉赫队的操作手法一模一样，软梅先开大，然后刘莹继续开大。刚刚在加拉赫队伍里面呢，刘莹是打了38万，而在灵杀的辅助下，这一波是打了48万。再来一个强化一技能，38万。好的明显第一层比刚刚打的要轻松很多。接下来第2层灵杀直接开大，给对面上25%的击破伤害提升，然后小兔子又破一下韧性条，来卡妈韧性条直接破掉。灵杀可以继续普攻，灵杀在场上其实一技能我用的不是很多，我几乎用的都是普攻，只有小兔子在用完之后我才会用一技能续一下，其实战绩点也是非常省的啊。很明显灵替达成，行吧哎呦，刘莹最后没有讲究啊，还是有点难受，但是灵替还是达成了。以下这一段文字就是0命灵杀和6命加拉赫的一个优缺点的一个对比，大家可以截个图参考一下，消化一下。个人玩下来的感受呢，0命灵杀替代掉队伍里的6命加拉赫，它可能对队伍的输出的提升并不是质的提升，但是其他的生存方面以及其他的各种比较丝滑的方面的提升呢，还是挺立竿见影的。同时，视频的最开头我也说了，灵杀不仅用来辅助击破队很香，它加入飞霄队也很香。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打一场灵鲨加飞霄的一个实战啊！我这个飞霄是一个2+1的飞霄，注意看，现在我的灵鲨的血量掉到60%以下了，然后小兔子插队上来给飞霄叠一个大招层数，然后小兔子又正常排队上来又给飞霄叠一个大招层数，2层大招层数就叠上去了。我现在飞霄的大招已经完全溢出了。但是溢出了我也不想用啊，我想留到第2回合全部打在卡夫卡身上。好的，第2回合，哎呦，我怎么按了3月7的大招先啊？应该先用飞霄的大招的，这飞霄大招的层数溢出太多了。来，飞霄开一个大，然后灵鲨紧接着开一个大。灵鲨开大之后，小兔子又被我们拉了100%的行动条上来。等一下，小兔子又可以给飞霄补充1层大招层数啦，看见没有？又补充1层。个人感觉这一个叠层数叠的比杀金还要更快一点啊。但是杀金毕竟能增加飞霄的伤害啊，所以具体杀金好用还是灵鲨好用呢？这个还有待商榷。我个人感觉2个人应该是持平啊。卡夫卡还剩1%的血量啊，1%太尴尬了，他还要控我一下，哎呦！被我的小兔子撞死了。好的，小兔子又行动2次，飞霄又叠了2层上去。这就是灵鲨对飞霄的一个叠层能力展示。给灵命灵鲨做一个总结吧。目前的灵命灵鲨，它是击破队和飞霄队的最佳生存位。在击破队里面，它就是最佳的生存位，这没啥好说的啊。但是呢，在飞霄队里，它或许和杀金不分伯仲。至于如果是其他的队伍呢，它就是一个普通奶妈左右的水平了。如果屏幕前的你是主玩击破队和飞霄队，我还是推荐你抽一个的。主玩其他队伍呢，其实不抽也是可以的。接下来仪器还有光锥的推荐环节。仪器的话，外圈选择铁骑4件套或者过客4件套。内圈的话有2个流派，一个是提升灵鲨自身的输出，还有一个是让灵鲨辅助提升主 C 的攻击力。如果是提升灵鲨自身的输出的话，最佳选择是劫火2件套，下位替代是盗贼2件套。如果是提升灵鲨的辅助增加攻击力的能力的话，最佳选择是路莎卡2件套，其次选择不老者的仙舟2件套。词条方面的话，鞋子带速度，球带攻击力，绳子带击破特攻，这没啥好说的。至于衣服要带治疗量还是应该带攻击力加成呢？根据测试，他在带治疗1的情况下，一个 E 技能能奶全队1297。但是如果换成攻击1的话，一个 E 技能就只有1095了，奶量下降了。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说了，他带攻击1可以让他的输出变高啊。灵鲨的主要输出来源其实是在把对面击破之后，他打出来的超击破伤害，而超击破伤害和攻击力是没有关系的，大家还记得这一点吗？所以我个人建议他的衣服是带治疗1。接下来光锥推荐环节，灵鲨的专光唯有香如故提升的数值算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有霍霍的专光惊魂夜的话，就可以不抽了。为什么呢？因为专光除了击破特攻提高60%以外，它的核心机制忘忧状态是要终结技才可以启动的。装备者释放终结技攻击敌方目标之后，使其陷入2个回合的忘忧状态。忘忧状态下，敌方目标受到的伤害提高10%。如果装备者击破特攻大于150呢，则增伤效果额外提高8%。而惊魂夜的这一个提升攻击力的效果呢，不用终结技就可以进行启动，只要奶人就可以了。给大家放上2段实战对比。左边用的是精炼1阶的惊魂夜，而右边用的是精炼1阶的专光。
我们都知道，在实战的时候，上半场我们零杀是不开大的，正确的输出手法是零杀下半场再开大。所以在上半场的时候，左边带着惊魂夜的零杀呢，其实拐力比右边带着专光的零杀的拐力要更高一点。来，我们刘莹开一个强化 E 技能，对比一下伤害，就立竿见影了。看看这个伤害是多少？第一下左边惊魂夜的伤害要更高，第二下在没有韧性条的影响下，还是左边的伤害要更高一点。好的，现在我们进入第二层，第二层的时候零杀开大。这个时候专光的上限就比惊魂夜的上限要更高了。我们来看一下，看见没有？专光辅助下的刘莹打出来的伤害要更高一点，但这其实也并没有高多少啊。我们再来打一下看看。专光这一边，刘莹一个强化 E 技能41万左右的伤害。而惊魂夜这边，刘莹一个强化 E 技能37万左右的伤害。给专光做一个总结吧，专光可以让零杀的输出提升30%，让零杀以外的输出提升9%。但是专光需要靠大招启动，且转火困难，覆盖率不算非常的高。由于零杀本人在他的队伍里面呢，并不是主要输出来源，所以个人打了非常多局的实战得出来的结论就是，专光和惊魂夜打出来的踢数回合数大致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有其他拉表主播说什么惊魂夜插着专光很多呀什么的，我不好说，因为我不会拉表啊，我只给大家提供实测数据。大家可以综合我的实测数据和其他拉表主播的拉表数据一起斟酌一下。那这个时候有小伙伴就会问了，罗刹的专光对于他来说怎么样呢？说实话，实战下来也并不比零杀的专光和霍霍的专光差太多，只不过呢带了罗刹的光锥呢，我就无法零替了啊，最后给卡妈留了5%的血量。说完了5星光锥，我们来说4星光锥。说实话，4星光锥里面并没有给队友增伤的光锥，要么是一些提升治疗量的，比方说嘿我在这儿，还有暖夜不会漫长，还有此时恰好，要么是给我方全队提供回能的，比方说同一种心情以及等价交换，那要么是提升零杀自身伤害的，比方说合物为真。我的评价是，这些4星光锥，你的哪一张练度高就给他带哪一张就完事了。实战中呢不会有太大的差距。以上就是零杀的一个光锥抽取建议总结啦。配对方面，零杀的配对很简单，它就是加拉赫的上位替代。刘莹队里面把加拉赫替换成零杀就完事了，或者加入波提欧的队伍也可以。也可以加入飞枭队啊，把飞枭队的杀精替换成零杀，也是很不错的选择。至于你要加入非击破队或者非飞枭队的话，它的含金量呢，大概就和普通的奶妈差不多了。这就是和零杀配对方面相关的总结。好的，接下来我们进入星魂提升展示环节。1星魂。零杀的弱点击破效率提高50%，当有敌方的弱点被击破时，使其防御力降低20%。弱点击破效率的提升呢，让它爆发破刃能力呢，甚至比加拉赫还要更强了。并且大家要注意，零杀它是一个群体破刃，所以我个人认为1星魂的这一个击破效率提升呢，还是挺香的。给大家来一段实战对比。这一段是0星魂的零杀，我们看一下它的破刃效率怎么样。OK， 小兔子追加一下，然后这里刘莹是正好可以把杀精的刃给破掉。然后这是0星魂的零杀的一个拐力啊，刘莹一个大招打了33万多，然后零杀一个小兔子撞了9万1的伤害。接下来我们来看1星魂的零杀。很明显就会发现啊，它这一个削刃的韧性条变得更长了。
我们来对比一下啊，下面这个是刚刚0星魂的灵杀的破刃效率，上面那个是1星魂的破刃效率，这一个50%的提升还是立竿见影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拐力如何。流萤从刚刚的33万伤害呢，变成了36万的伤害，灵杀自身的伤害从9万1变成了13万5。接下来我们来看二魂，释放终结技时，使我方全体击破特攻提高40%，持续3回合，就是一个对全队的伤害数值的提升。我们来进行对比一下，直接给大家从灵魂对比到二魂。灵魂流萤打出了33.7万的伤害，然后小兔子创一下是9万1的伤害，而一魂流萤打出了36.5万的伤害，小兔子创一下13.5万的伤害。二魂情况下，流萤打出了39.8万，将近40万，小兔子创一下14.7万。三魂终结技等级加2，天赋等级加2。三魂可以加些微奶量啊，但这些微奶量可以忽略不计。同时，三魂可以让拐全队的击破伤害从25%提高到27%。三魂的伤害提升和它的奶量提升一样，是咪咪4点的提升啊！我在这里也给大家展示一下。四魂，小兔子行动时为当前生命值最低的我方单位回复等同于灵杀40%攻击力的生命值，也就是说，小兔子不仅能群奶，而且还能给生命值比例最低的友方单位进行一次大奶量的单奶，急救能力呢更上一层楼了。那这就是4命的效果。小兔子行动的时候，先奶我方全体一下，然后血量最危机的友方单位就直接被奶满了。五魂普攻和战绩等级加2，纯击类没啥好说的，我们直接来看六魂。六魂小兔子在场时，使敌方全体抗性降低20%。小兔子攻击时额外造成4次伤害，并且每次伤害对随机敌方单体造成等同于灵杀50%攻击力的火属性和5点血刃值，优先选择韧性值大于0且有火属性的目标。给大家做一个最简单易懂的翻译，六魂除了让敌方全体抗性降低20%以外，而且小兔子在攻击时，除了造成一次群体火伤，还会像艾斯达小富婆一样造成多段的单体火伤。打出来的血刃值也好，以及打出来的超击破伤害也好，都是六魂之前无法比拟的。那么六魂灵杀的伤害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呢？相当于你场上多了一个灵魂的流萤在打伤害，我一点都不夸张啊。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六魂灵杀的破刃速率。来，我们灵杀一个大招，直接拉小兔子上来，破完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减抗性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啊？来和之前的三魂流萤进行一个对比，立竿见影。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六魂灵杀自身的超击破伤害是多少。好，一个大招上去，15万伤害，小兔子一撞，33万的伤害。怎么样？我是不是一点都没夸张？不仅没有夸张，我刚刚说的甚至保守了。我刚刚说，六魂灵杀的输出能力和低魂流萤差不多，但是其实是要略胜于低魂流萤一点的。只要你把你的灵杀搭到了六魂，你场上相当于有2个流萤在那输出，这个不要太爽。那最后给他做一个抽取建议总结啊。虽然我刚刚一直在说他玩的爽啊，但是还是那一句老话，如果你不玩击破队，或者说不玩飞销队，是没有必要抽的啊。就算你玩击破队，但是你玩的是波提欧击破队的话，我个人感觉其实不抽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如果你玩的是流萤击破队，抽一个灵杀还是挺香的。然后如果你要给灵杀拉练度的话，个人感觉它是这样的。
0+0就是平民的完全体了。但是如果你不想只拉0+0的话，个人推荐你先拉一星魂。拉完一星魂之后，你如果还想拉练度的话，可以再补一个专武。1+1的话就是进阶版的完全体了。至于2、3、4、5呢，个人感觉没有什么太大必要。再往上拉，你就奔着6魂去就完事了。以上就是0杀的抽取建议总结，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最后祝你欧气满满，身体健康，再见。